赵小刀，这铜钱怕是还不了了。师傅，师傅！他没出来，他没出来。不可能！师傅说了回来还我铜钱的。师傅，你出来呀！师傅！死了吗？莫非是风道祖师拉了我一把？灵气在快速流失，修为在崩溃，天庭境巅峰，神桥境巅峰，修为再掉下去，就真的完了。赵小刀的铜钱说能保平安，我以前不信，现在也不信。这是赌一把。回来了，大陆的天空，天庭境巅峰，掉到6星界。好家伙，天道，你这是可着我一个人耗呢。小猫咪，看什么看？想吃我？先排队。老人家，打扰一下。外乡来的，遭难了。想问问，这是哪儿？芒砀山脚下芒家村。属哪个郡？南阳郡。今年是什么年份？天历4927年。不管你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闭关出来的，还是遭了难，进来吧。灶上有口热粥。你们修士的事儿我不懂，但你这样子应该是吃了大亏。是吃了大亏。那就养养，急也没用。老张，多谢了。多双筷子的事儿，你这就要走？得赶路了，有必须回去的地方。路不好走，当心。外域威胁没了，大陆倒是太平了。值了。路费得想办法。风寒入肺，我给你开副清肺化痰的方子。大夫，我不是来看病的。那你排什么队？找活干，懂点医术，想在您这儿做半天诊，挣个盘缠。懂点儿？什么水平？您这个方子，黄芪多了3000，圈贝少了2000。那个病人是寒邪入肺，不是风寒。这位兄弟，且慢，麻烦再过来，我重新诊一下。你坐那边吧。啊，小兄弟，你这水平不像是懂点儿。年轻时跟人学过一阵。跟谁学的？您不会认识。不瞒你说，我行医30年，今天算是开了眼。以毒攻毒的法子，灵脉淤堵的针法，我以前连想都没想过。凑巧而已。留下来吧，我把回春堂让给你都行。明天就得走，有必须回去的地方。去天刀城6星境，路途有点远，可能会不太舒服，忍着点。天庭境时做传送阵如喝水，现在跟坐摇车似的。3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仙尊回来啦！先生，你行了，别哭。谁哭了？师傅，你又瘦了。修为掉了，掉得挺狠。头发白了几根。你要不要再找找别的毛病？魂灯灭了3年，苏瑶每天去祠堂擦供桌，擦了3年。
小金呢？好了好了，起来，你太沉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真是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又活了，太好了！你娘的铜钱还你。师傅，这铜钱拖了3年，利息呢？什么利息？您借我的，3年了，总得有点利息吧？教我一招，抵利息。你现在什么境界？神桥境巅峰，差半步到天庭境。差在哪儿？法则，刀法够了，心性也够了，但法则这东西我摸不着边儿。那不是一招能解决的事。那2招也行啊。嘿嘿嘿。秦无涯呢？南疆，半年前带弟子去查落霞城后续，那边出现了新的灵脉变动，不正常。那白苏呢？北京驻守，外域法则碎片还在侵蚀界壁，他带弟子轮值。江前辈在万华宗养伤，柳师妹伤好了，但根基受损，天庭境初期调到神桥境后期，短期内回不来了。他人呢？也在万华宗陪江前辈。还有一件事，您走后第2年，方玄州来过天刀城。哪个方玄州？药王谷的，苍鹰镇给夏西瑶解毒时见过。那个自称药王传人，最后鞠躬的年轻人。当初答应去药王谷一趟，他是为这事儿来的。这封是替他师祖带的话，药王谷谷主木然想见您。他知道我还活着。那封信是2年前写的，方玄州每隔半年来一趟，上个月刚走。去药王谷多远？从天刀城出发，西南方向过乌蒙山脉，大约4000里。传送阵的话，不做传送阵了，上次差点吐出来。您现在的修为，路上不太平。虚无之主散了，但这3年大陆冒出不少乱子，南疆3宗矛盾，东海几家争夺灵脉，还有一件，药王谷在西南边陲，那片地方最近被渡劫门把持。门主自称神桥境巅峰，2000多山脉1/3弟子，占了乌蒙山脉1/3地盘。挡路的，不只是挡路，渡劫门想吞并药王谷，已经封了2条外出通道。蓦然隐忍不发，但局势在恶化。明天出发，赵小刀跟我一起去。就2个人，要不我也……不用。六星境又怎么了？里面有换洗衣服、干粮、伤药，还有1壶鸡汤，路上喝。带这么多？您现在又不能辟谷。师傅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你装了什么？锅碗瓢盆，路上得吃饭啊！每次跟您出门3天饿9顿，有经验了。走吧。师傅，外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样？灰的，什么都是灰的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温度，连方向都没有。那您在里面3年，靠什么撑过来的？靠运气。师傅，那个木然，药王谷的谷主，他是您什么人啊？弟子。他也是您的徒弟？那他排第几？你猜。站住！哪儿来的？过路费，1人交1份，少1份都别想过。过路费？你们渡劫门的规矩怎么比京城客栈还离谱？嫌贵，绕路，山那头绕一圈，多走800里。够了。过吧。师傅，这帮人就是给药王谷添堵的渡劫门？就这，我大刀一横就全趴下了。你忘了你二师兄怎么说的了？门主神桥境巅峰2000多弟子，那也不够我批的。少说大话，走路。什么味儿？好多种混在一起，又苦又香的。药王谷快到了。哇，这地方
种的全是药，一颗粮食都没有。药王谷嘛，不种药种什么？药王谷不是宗门，没有长老会，没有内外门之分，就是一群钻研医术和炼丹的人聚在一起。拿锄头站岗的，头回见。两位是来看诊的，还是买药的？找你们谷主。找谷主？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你就说有个老朋友来了。啊！几位先跟我进来吧。嘿，这地方有意思，到处都是药铺子。你看那边还有人蹲在丹炉前面看火候呢。就是太安静了。师傅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？什么？没有饭馆，一家都没有。你来之前不是带了一整套锅碗瓢盆吗？那也得有食材呀，总不能炒药草吧？走了9天路，你满脑子就是吃。民以食为天嘛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颗是药还是草？你尝尝不就知道了。上次尝完我拉了3天。所以你学会变药了吗？学会了。那就值。洗洗手再说话，药粉粘在脸上了。谷主他，我从没见过谷主这样。师傅，请带路吧。自己种的？叫碧螺饮，入口清淡，但喝完能疏通灵脉。不错，比你当年炸炉子的水平强多了。师傅，那都是300年前的事儿了。炸了17次，我数着呢。17次确实挺多的。17次？你专心吃你的。也没多离谱。我当学徒时连锅都炸过。好了，别急着叙旧，先说正事。渡劫门的情况，方玄州提过了。玄州嘴快了。怎么回事？渡劫门原本不在乌蒙山脉，5年前门主贺天霸带着人从东海迁过来，看中了这里灵脉丰富的地盘，开始扩张。起初没跟你们起冲突？没有，他们占北端的矿脉，我们在南端，中间隔着几百里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但2年前情况变了，大陆各方势力重新洗牌，渡劫门趁机吞并了周边几个小门派，势力膨胀的厉害。贺天霸的胃口跟着大了。他盯上了什么？丹方，尤其是几种高阶疗伤丹药，这些在外面极其稀缺。他先是派人来买，我没卖，然后派人来偷，被我抓了，再后来直接封路，封了2条外出通道，弟子出不去，病人也进不来，长此以往不是办法。为什么不反击？师傅，您忘了，药王谷擅长的是治病救人，不是打架。全谷能上阵的不超过50个，修为最高的就是我神桥境。谷主，不好了，渡劫门的人来了。多少人？大约300，领头的是渡劫门2长老韩铁牛。他说要药王谷3天之内交出7星回元丹的丹方，否则就踏平药王谷。300人就敢说踏平，口气挺大。7星回元丹，木然的得意所作，全大陆最好的疗伤丹药没有之一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救回来。当年他第1次炼就炸了炉子，炸了17次之后才成，这东西是他一辈子的心血。韩铁牛，我去看看。师傅不必，都堵到门口了，我坐着喝茶。终于来活了，走了9天路就啃干粮，闷都闷了。木然老弟，门主的话你也听了，3天期限今天最后1天，丹方交不交？韩长老，我说过了，丹方不卖，不换，不给。不给，那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。
谷主，怎么办？等等，你谁呀？路过的。路过的，那就别多管闲事。听说你们渡劫门的门主放狠话很有一套，你是二长老，应该也会两句吧？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门规里是不是有一条，动手之前必须先喊个口号？你找事儿来的？我看你也就六星境初期，在这冲什么大尾巴狼？我确实不够看，不过我身边这位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还打吗？你是谁？天刀城，你刀爷爷。天刀城，古灵院的天刀城。撤！小刀子，你等着！每次都是这句，就不能想句新词儿？师傅，这位是我的弟子，赵小刀。你好，我是木然。赵小刀，那个论辈分，我该叫什么？叫师兄。他也比我收得早。第16个，你有意见？没有，穆师兄好。谷主笑了。我在谷里3年，头回见谷主笑成这样。渡劫门的事不好办，今天赵小刀镇住了场面，但和天霸没来。等他亲自出手，2000多弟子压过来，一个赵小刀也挡不住。木然，在。你那个碧罗野能不能畅饮？走了9天路，渴得不行了。管够。六星境初期，灵气周转速度慢得让人焦躁。以前法则之力运行一个大周天只要3息，现在要半炷香。师傅，睡了吗？没有。血脉膏，我刚配的，外敷丹田，每天2次，能加速灵脉修复。你什么时候配的？刚才。我到药王谷才4个时辰。3个时辰前开始配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到药王谷的时候，他一眼就诊断出了我灵脉的问题。涂上会怎样？会烫，忍一下。你师傅我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烫法不一般。从皮肤钻到骨头里的灼热，然后顺着经脉蔓延，半炷香后会消退。堵塞的灵脉确实松动了一点。配方里加了3味新药，是我这几年自己培育的品种，1个月为1个疗程，灵脉至少恢复70%，剩下3成呢？需要时间慢慢养。木然，你那封信写了2年前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？猜的。猜的。师父以前说过一句话，记住，药王谷最值钱的不是丹方，是这些种在田里的药。药长在土里，根不断就能活。膏药不错，去睡觉。师父，渡劫门的事我能处理，不用您操心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还没想好。那就先想，我又不急着走。神桥境巅峰，差半步天庭境，力道、身法、角度全都到了顶。论对敌经验，同龄人里最拔尖。但法则这东西不是练出来的。别练了，过来吃饭。师傅，这药粥不错，比苏瑶妹子做的好喝。那是药王谷特制的补气粥，你回去可以去苏瑶跟前把这话再说一遍。我收回。师祖好。你倒是长高了一点。弟子天生就矮。你师祖没说你矮。可师祖说长高了一点。闭嘴。几百个弟子，修为都不高。药王谷收弟子不看修为，只看手。看手？那我是不是进不了药王谷？你是战士的手。战士？
听着挺好听。不过苏瑶妹子说我的手适合剁馅儿。渡劫门封了南通道之后，我在这片地下面布了一套小型聚灵阵，这是掩护这条暗道。通到山后面，出口在渡劫门巡逻范围之外。你早就在准备，准备了1年，但这是最后的手段。我不想跑，药王谷300年的基业，跑了就没了。渡劫门那个贺天霸，东海散修出身，40年前还是七星境的小角色，不知从哪儿弄了一门邪功噬灵诀，专门吞噬别人的灵气，到了神桥境巅峰。吞噬别人的灵气，这路子也太脏了。他的修为很杂，但压制力比一般的神桥境巅峰要猛。手底下3个长老，大长老神桥境中期，二长老韩铁牛神桥境初期，三长老殷红神桥境初期，主管情报。贺天霸脾气暴躁，但不蠢。听说药王谷有天刀城的人撑腰，他会重新掂量，然后他会亲自来。是。蓦然，你谷里有多少种毒？师傅，您忘了，药王谷用毒也是一绝，光是我配的方子里有37种可以直接让神桥境吃瘪的配伍。37种？穆师兄，你平时就研究这个？制毒先要懂毒，不了解毒，怎么给中毒的人治病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听着还是瘆人。回去准备，渡劫门再来的时候，让他们来得高兴，走得难受。什么意思啊？6星境初期的灵力运转速度比之前快了近半成，血脉膏的效果比预想中还要好。你鼻子倒是灵，这些试验品都是你新配的。麻心散改良版，接触皮肤3息能让肌肉松弛，药效时间从半个时辰缩到1刻钟，浓度提了4倍。1刻钟，时间太短，足够把一个7星境绑起来了。你准备了多少种？能用的7、8种，配方只告诉您。人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师傅，地形勘察完了，药王谷3面环山，北面山口是唯一通道，两侧山坡陡峭，大部队展不开。天然的口袋阵。我已让弟子将迷心散药粉塞入，以灵气封印。战斗时打破封印，药粉可弥漫通道。迷心散，无色无味那个。3息起效，7星境以下中了即废，7星境以上视线和判断力也会受影响。这只是第1层。踏足粉已混入通道地面碎石中，可减慢灵气运行。还有这个弹射式暗器，灵气激发，有效距离30丈。针上淬了麻筋散，扎到皮肉即可。能破护体灵气。7星境以下没问题，7星境以上需要角度，侧面或背面偷袭最佳。这又是什么？拉肚子的。穆师兄，你这到底是学医还是学？制毒需懂毒。师傅，您的修为真的只是6星境初期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贺天霸来了，您别出手。你小看你师傅。您身体没养好，血脉膏能修复，但每次修复灵脉上限都会降低。所以那7星回元丹别浪费在我身上。给您炼的怎么会浪费？吃了。您当年教我，治得了的病要治，治不了的病更要治。他把这话记了几百年。师傅，你也别小看我。蓦然呐！贺门主，远道而来，失迎。 5天前，你的人赶走了我的2长老，300人被1个人吓跑，我贺天霸的脸还没丢过这么大。哼！7星回元丹的丹方给不给？不给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等一下，又是谁？路过的，来治病。治病？贺门主脸色强紫，噬灵诀的后遗症，吞了太多他人修为。 经脉难以承受，这种情况不处理的话，3年之内必走火入魔。你怎么知道噬灵诀？
我连虚无法则都见过，噬灵诀算什么？你是谁？我师父顾灵渊。顾灵渊，3年前杀虚无之主的那个。听说你现在修为六星境初期。哈哈哈哈！顾城主名气大，不能当饭吃。今天这事儿，要么交丹方，要么打。你一个6星境加2个神桥境，接不住我1200人。谁说只有2个人？贺门主，我说过，药王谷不擅长打架，但擅长用药。你脚下是踏足粉，两侧岩壁藏有迷心伞，我弟子弩上是麻心伞。你要打可以，但秦境以下的人进了通道就别想站着出来。门主，木然不是虚张声势之人，切勿冒进。那怎么办？找个借口静观其变。顾城主确定能治得了我的病？当然，但有条件：撤出乌蒙山脉，永不再犯药王谷。 3天之内拿出治我的方案，让我看到效果，我就撤。看不到，我踏平药王谷，再拧了你顾灵渊的头。他在试探，留下3天不是真的想看病，是想看我们能耍出什么花样。他当然不是来看病的，一个靠噬灵诀强行提高修为的散修，信得过外人才怪。那师傅的方案是，让他不得不信。我懂了，光说没用，得让他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。7星回元丹还有多少？炉里还有3炉在炼，大概能出9颗。师傅，这丹药真要给他？他配用这个吗？那随便练点别的，能让他看到效果就行。贺天霸体内灵气驳杂，经脉里全是不同属性的灵气在打架。药王谷的丹药能缓解，但无法根除。那怎么办？你忘了我当年教你的第1课？变药先变人。对症下药，他体内灵气乱成一锅粥，硬去梳理太费事，不如换个思路，不梳理，排出去。排出去？排出去等于散功，贺天霸不会答应的。不散全部的功，他体内至少有7、8种不同属性的灵气在打架，把最凶的那2、3股抽掉，剩下的自然就安分了。用什么抽？你改良的麻心散，药效时间从半个时辰缩到刻钟，原理是什么？加了催化草，催化草能加速药力扩散，所以药效短。如果用在银针上呢？师傅的意思是，把催化草配在银针上，通过穴位刺入，催化他体内最不稳定的那股灵气，让它加速释放。灵气冲突的根源是属性相克，让其中一方快速流失，另一方自然就平息了。但这需要精确计算，催化草的量、银针刺入的深度、穴位选择，稍有差错，就不是排灵气，是直接废掉他的修为。所以你得算准。师傅，这太冒险了，万一那人感觉不对，当场翻脸。他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不多了。我那句3年之内走火入魔，没说全。照他现在灵气冲突的速度，撑不过2年。师傅怎么知道？他进山口的时候，灵气外泄了3次，你以为那是威慑？那是失控。他来药王谷要丹方是其次，找治病的办法才是真的。我需要时间准备，银针的药膜要重新配，催化草的剂量得调整，还得准备急救的丹药，万一出意外，至少能把它稳住。给你2天。师傅放心。师傅，你真信那家伙会老实治病？不信。那你还……但他没别的选择。师傅，穆师兄关在里面不吃不喝的，真不用管。别打扰他，炼药的时候分神最忌讳。我该干嘛？带药王谷那50个能打的弟子，重新布防镇口通道。不是要治病吗？还布防？万一他翻脸，至少能拖一拖。明白，防着点总没错。贺天霸是个聪明人，他带1200人来，不是真的要踏平药王谷，真要打，早就动手了。那他拖3天干嘛？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什么台阶？治病成功，他得了好处，撤走不丢面子；治病失败，他更有理由开打。到时候药王谷理亏，大陆上也没法说他以大欺小。这家伙脑子够多的，能从7星境一路走到神桥境巅峰，没点脑子做不到。去准备吧，第3天可能会动手，也可能不会，但不能不防。明白。好了，好了，催化草的剂量减了3成，刺入穴位后能精准引导灵气冲突最激烈的那一股，让它通过针尖泄出来。
你估计整个过程要多久？大概1炷香时间，期间不能中断，不能分神，否则灵气反噬，后果很严重。你亲自来？我手最稳，玄州差一点。万一出事，贺天霸暴起伤人。赵小刀守在外面，我让方玄州准备了3颗急救丹药。真出事，先保贺天霸不出更大问题。他活着比什么都有用。你自己也要小心。师父放心，我这手法练了300年，就算闭着眼睛也不会扎错。撤了一半人，但帐篷没拆。留后手，他怕治病的时候我们趁机偷袭。哼，那他不怕自己人不够多，镇不住场子？来了。师父，后面那黑袍的是谁？戚无名，渡劫门大长老，神桥境中期，是个狠角色。来治病带这么多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心虚。顾城主，3天到了，方案准备好了，进去谈。就在这儿谈。针灸治病需要安静的环境，灵气变动会影响效果。贺门主如果想确保安全，可以让你的人守在外面，你一个人进去，或者我们就在镇口搭个临时的治疗点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治。门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治，至少能看清他们的手段，比进去安全。怎么治？躺下，用针引导你体内冲突最严重的灵气，通过穴位泄出。过程大概1炷香，会疼，但不会伤根基。泄出去多少？看情况，最少3成，最多5成。5成灵气，等于掉一个小境界。掉一个小境界，还是2年内彻底失控？贺门主自己选。万一你做手脚呢？就1张床，1个人，几根针。躺下。放松，针入3寸，引导灵气。你越抗拒，过程越痛苦。继续，忍住。师父，别动，正常现象。第一股要出来了。别动，再观察。水属性的也开始排了。最后一针，这一针会更疼，忍住。感觉怎么样？轻了，身体轻了。剩下会在接下来1个月里慢慢平衡。贺门主，条件我师父已经提过，离开乌蒙山脉，以后不碰药王谷。条件，我答应。撤！真撤了？他那么老实？他不老实，但他不蠢。今天的治疗效果他感受到了。接下来1个月，他的修为会慢慢恢复。这条路比他以前的路慢，但稳。师父，暂时解决了，但贺天霸不是善褚，他今天退，是因为需要时间养伤，等他修为恢复。今天先庆贺一下，你那个碧螺饮还有吧？有的话，晚上喝2杯。有。来，摆手腕。我不来了。你一个神桥境巅峰，欺负人家小辈。穆师兄，我让他3成力了。3成力那也是欺负。师父，贺天霸真的会走？今天会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会回去养伤，等修为恢复了，再想别的办法。暗道已经挖通了，出口在山后面，渡劫门巡逻范围之外。我还让弟子们在通道里多埋了几层毒，迷心散、麻吉散，还有新配的一种吃骨粉。真打起来，他们逃不了。别光想着守，药王谷不能永远缩在山里，该出去的时候还得出去。师父，您的修为……起不来。你师父我都死过1回了，没啥大不了。方玄州这孩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手稳，脑子活，药王谷的下一任谷主就他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他说不想当谷主，
嫌麻烦。那就让他先闲着，等他真当了，自然就不闲了。师傅，有件事。说，贺天霸走的时候，殷红多看了我几眼。那个女人是渡劫门的情报绸子，眼神很利。她在记我的手法、银针的穴位，她在学。让她学。但这手法很难，光是针灸的手法没3、5年练不出来，更别说配药。她学不走的。你以为我让你当着他们的面治，没考虑过这个？殷红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记下来，回去报告给贺天霸。贺天霸会试着找人模仿，找不到，然后他会明白，这东西只能在药王谷做。师傅是故意的，故意让他看，让他试，让他失败几次，他就知道这条路走不通。到时候他要么放弃，要么真的来求药王谷。你猜他会选哪个？求就得按规矩来，买卖公平，不强取豪夺，这才是药王谷能活下去的路。哎，师傅，那帮孙子真走了，那咱们呢？你回天刀城，我再留几天，等漠然这边稳了，我就走。您到时候去哪儿？到处转转。神桥境初期的修为跑不了太远，但附近几百里还是能逛逛的。那我带小金回去。小金留下，他跟你回去，素瑶又要天天念叨。金爷，咱们回头见。师傅，您的灵脉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但灵脉有暗伤，冲击境界的时候会有风险。我知道，我配了一副稳固心神的药，冲击之前喝，能降低心魔干扰。不用，师傅，有些东西药帮不了，心魔得自己扛。你师父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心魔没见过？漠然，我该走了。这是新配的续脉膏，够用2个月。师傅，您下一步打算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北境那边，白苏在看着虚无之地，去看看他。然后，她是师娘吗？药王谷交给你了，师父放心。还有，方玄州那孩子，多教教他。药王谷的传承不能断。灵脉的暗伤在续脉膏的作用下愈合的不错，但还远远不够。客官，有位公子求见。谁？没报名位，只说您一见便知。青柳镇这地方，不该有人认得我，是巧合还是？让他上来。顾前辈，晚辈宋清奉家师白苏之命，在此恭候。白苏，他如何算到我会来此？家师推算，您离开药王谷后北行，此时尚在青柳镇。寒江关，北境最前沿。你师父从何时开始推算？自您离开虚无之地后，誓言药王谷事毕，您必北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镇守寒江关封印，不得脱身。那你离开，无妨。师父说，相较看守封印，将此信送达更为紧要。罢了，给你收着。顾前辈，寒江关近3个月来，有修士接连失踪。何种修士？7星境以上，现场未留任何打斗痕迹，人如凭空蒸发。3个月，7星以上，无声无息，这手法眼熟得很。白苏怀疑与外域有关，师父没说，但他让我带了这个。他说您看到这个就明白了，这是虚无法则的残余，并非散逸残留，而是被刻意凝聚操控的，与落下城地理阵法的气息如出一辙。走，赶在明天入夜前到寒江关，大陆北境之所遇，关外兵源万里，天渊横亘，界壁之外便是外域。这位是我师父的故人。
修为又掉了。掉的还挺狠。宋清都跟你说了，失踪的事，还有法则的异常。不是异常，是试探，有规律的试探。3个月前开始的，失踪的修士分布在以寒江观为圆心、500里为半径的圆圈上。每次失踪后2天，封印对应方向的法则波动就会增强。第一次东北方七星镜中基采药的散修，第2次正北方七星镜巅峰巡逻的弟子，第3次西北方神桥镜初期，是我带的一个弟子。神桥初期也能无声无息消失？他不是一个人，失踪的时候他带着2个七星镜的师弟，3个人一起。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但冰面上残留了这个。这结构，外域阵法体系，与落霞城地底那被人族手法修补过的部分一模一样。有人在布阵。对，且用的是外域阵法体系。布阵者至少接触并操控过法则。内应，难道是莫离？追查3月，线索断在寒江关北面300里的一处冰窟。我进去过，里面空了，但墙壁上留有阵法痕迹，对方撤得很干净，没留下尾巴。有一样，我追到冰宫的时候，这东西刚散掉，我截了一缕下来。这便是外域气息？不知道，但它出现的时间跟失踪事件完全吻合。我怀疑大陆上不止一个内鬼。失踪的修士都是什么特点？修为最低七星镜中期，最高神桥镜初期，没有门派归属，都是散修或者小门小户的弟子，年龄、性别、修炼功法都不同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封印附近活动过。他们在找靠近过外域的人，或者说找能跟外域产生共鸣的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失踪的修士都被带走了，活着带走。带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方向一定是朝北带进外域，或者带到外域和大陆的交界处某个能建立连接的地方。3年了，如今他们又想过来了。你的弟子那位神桥初期还活着吗？不知道。3年前在外域，他是唯一重伤仍能站立之人。如今他守在此处，守着封印，守着这片他差点死在的地方。我帮你。寒江关的修士最差也是七星镜，你帮什么？我帮不了打架。那你……但我能帮你看东西，看阵法，看痕迹，看那些你可能遗漏的细微之处。这东西我在落霞城见过一模一样的，绝非巧合。行，跟我来。3个月，所有失踪弟子的记录都在这里，每一个细节我都核对过3遍。停一下，这个人怎么了？失踪地点寒江关东南200里，但2天后封印波动最强的方向是正东方，差了20度。你看，这不是偶然，所有无差的失踪事件，法则的变动都异常偏高。确实，偏差越大，波动越强。这些不是随机事件，有人在特定位置捕捉修士，再送到另一个法则更容易渗透的位置。这些蓝圈是我之前标的的法则异常点，我一直觉得和失踪无关。所有偏移都指向这里，寒江关正北300里那个冰窟。他一直在冰窟附近活动，捕捉修士，送到特定位置，充当……他在用活人搭建一座桥，一座连接外域和大陆的法则之桥。冰窟是桥钉，失踪修士就是砖头。那个神桥境初期的师弟，他失踪的位置离冰窟最近。我找到冰窟时，里面清空了，但我感觉到来他的气息残留。他的魂灯在塔里，很弱，但还亮着。他还活着，被控制着，但没被吸收。他可能正被嵌在阵法核心，充当通道节点。我要去冰窟。现在，你一个人，天庭境离开，封印谁看？我自己去，你留下帮我照看封印。我跟你去。冰窟可能有埋伏，你不是阵法专家，但我见过4次一模一样的阵法，落霞城、万古谷、外域，你1次都没见过。而且，如果他还保留自我，我或许有办法唤醒他。什么办法？以一夺一的简化版。我进过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，知道那些被控制的意识如何运作。小金也能帮忙。2个时辰，必须回来。够了。还有多远？100里。我感应到前方有虚无法则在流动，有阵法在运转。找到了，这
阵法核心有一个人，神桥境初期，活着。防御，只有虚无法则屏障，天庭境可硬破。我来。硬破会触发警报，惊动布阵者。让我先尝试用神识唤醒他。半炷香时间。半炷香，超时我直接破。好。喂，醒醒！白苏让我来的。世尊，他没放弃你，现在就在外面。告诉我你是谁？我是林昭，寒江关第7巡逻队。快，继续想，你是谁？师尊的剑法，他说剑是用来守人的，我记得。我是林昭，师尊还在等我。林昭，师尊，你来了。回关，现在就回。被带进囚笼后，意识一直模糊。他们想用虚无法则侵蚀我。那个阵法是谁布的？没看清，只听到一个很老的声音。他说：“桥快好了，等桥好了，就能接他们过来。他们外域的东西。”他说，大陆上很多人等着被迎接，他们会赐予力量，赐予永恒。永恒。那个声音有没有提到莫离？不叫莫离，他叫自己守桥人。守桥人不是莫离，却用莫离的阵法在建一座桥，而这桥的这头已经有人在等待迎接了。师尊，我在冰窟的时候听到过守桥人说话，不止一次。说的什么？第一次是3个月前，我刚被抓进去的时候，第一批引子已经就位，敲击可以开始了。第二次是2个月前，又有人被送进来，他说桥端成了，但还差几根柱子，七星镜的不够用，得找神桥镜的。第三次就是师尊来救我的前一天，他说桥面快铺完了，再有3天，第一批使者就能过来。大陆这边的接应点要准备好。3天，从他说再有3天到现在，已经过了2天。他有什么特征？他的声音很平，没有情绪。修为呢？感觉不出来。我被困在阵法里，神识被压制的厉害，只记得他的声音很近，就在耳边。他还说了别的吗？他说莫离留下的烂摊子还得我来收拾。莫离是内应，这个守桥人也是内应，但守桥人看不上莫离。不止看不上，他在接手莫离的布局。落下城的阵法被我们破了，万古谷的也暴露了。莫离搞砸了，所以换人来。外域那边还有别的人？外域没有人。可能有人活着被外域同化了，然后回来了，成了守桥人。不然他怎么知道虚风法则的阵法体系？怎么知道莫离？怎么能在大陆上布阵？又怎么能让一个神桥境修士毫无还手之力的被抓走？虚无法则的阵法结构上有固定缺陷，外域的体系和大陆的法则不兼容，越是大范围的阵法，漏洞越明显。
你要找阵法核心，所有分阵法都连着一个核心，核心在，阵法就在；核心毁了，分阵法自己会崩。但核心不会放在明面上，一定藏在某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。寒江关周围300里，我全探查过了，没发现异常。因为你找的是外域的气息，守桥人如果真在大陆生活过很久，他懂得怎么用大陆的灵气掩盖外域的痕迹。你是说，核心可能伪装成普通的灵气节点？不是伪装，是融合。3年前，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，我见过类似的结构，把虚无法则灌进去，和人的灵气融合，混合体的气息，在大陆这边感受，就是普通的灵气波动。他在用失踪的修士当容器。林昭就是个例子，他被抓进去不是为了除掉他，是为了把他变成容器，但他挣脱了，所以没成功。其他人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。还有3个跟我一起被抓的师弟，他们如果他们还在，现在可能已经被改造成了节点。3个月失踪了17个修士，都是节点。不一定都是成功的，至少5个。5个节点呈扇形分布在寒江关周围，扇形的尖端指向正北，总枢纽就在尖端的位置。寒江关以北400里，冰原腹地。那个位置，我3个月前去过一次，什么都没发现。因为你去找的是虚无法则的气息，但如果那个节点已经完全融合，你在冰原上感受到的就是普通灵气。现在去。走，趁天还亮，天黑之后，冰原的法则波动会加强，容易暴露。林昭，你留在关里，跟其他弟子一起守住封印。走。快到了。有灵气波动，很微弱，像地脉流动。是节点在吸收转化成混合能量，波动是转化过程中产生的。在哪儿？前方冰洞后面，洞口很小，里面空间很大。节点就在洞底。直接进去。先看看周围有没有防御阵法。有预警阵法，我们一进洞口，守桥人就会知道。拆！不能硬拆，拆了他更会警觉。得绕过去，从冰丘侧面打通一条路，绕到洞底。你的修为能打穿这层玄冰？我打不穿。小心，干活！快！5个节点都在这里。不是5个，还有2个。直接摧毁石头。摧毁石头，节点就断了，但5个神桥境的容器会失控，方圆300丈全完。那怎么办？先断开他们和石头的连接，锁链是媒介，砍断锁链，他们就和石头脱离了，然后再毁石头。你确定锁链能砍断？虚无法则凝成的锁链，你的剑灌注法则之力，能砍。快一点，守桥人发现了。入侵者，退后！你们的躯体已经无法支撑了，别再挣扎了。你早就不在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桥的一部分。
在打开桥，你干什么？毁石头，桥没完全打开，能量不稳，毁了石头桥会崩。你负责外围，如果还有什么东西靠过来，挡住。就是这根柱子，断了它，桥就没了。古灵渊，上面有东西出来了！砍石头，沿着符文的缝隙砍。有防御，别砍符文上，砍符文之间的缝隙。快点儿！你没事？没事，就是神识有点麻。桥没打开，枢纽毁了，分阵法也会跟着崩。寒江关那边的异常波动应该会消失。他们怎么办？带回去。混合能量需要慢慢清理，能治，但得用七星回元丹打底，再配合针灸疏导。回药王谷让木然帮忙，或者让木然来寒江关。你要把木然叫到北境来？枢纽毁了，但桥的布局还在守桥人脑子里，他会再找地方重建。下一次不会在寒江关附近，可能更远、更隐蔽。我们需要更多人手，也需要木然的药。好，我让人送信去药王谷。守桥人，你知道莫离，也知道虚无法则，你到底是他们4个中的哪一个？有东西。多远？不知道。小金说，在下面。下面。冰层至少10丈厚，太深了，我探不到底。他不是在示警，他在标地。标记。冰层下面有东西在移动，小金能感觉到它的气息，但我们感觉不到。被冰层和冻土掩盖了。完全屏蔽，能确定方向吗？到处都是。什么意思？冰原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缓慢移动，来自地心深处，很大。继续走，回关里再想办法。他在看什么？不是城墙，是城墙前面的冰面。新裂缝，我离开的时候没有。冰是温的。温的。不是日照的温度，是灵气流动产生的。裂缝下面有灵气在往上涌，下面有阵法的在运转，而且是刚启动的。裂缝是灵气冲击冰前造成的。我们刚回了枢纽，他们就在关城附近启动了备用方案。可能，但也可能是陷阱，故意留给我们看的。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等等，裂缝太窄，人钻不进去。小金，又该你了。新的阵法，跟冰窟那个枢纽一样，更小，更精密，是微型节点，用来监控的。它连着别的地方，可能连着守桥人的眼睛。能追踪吗？能，
但得找到它的连接点，跳下去。在冰壁后面，连着另一处阵法。让开！走。这些符文是导引线路，信息沿着这条路传回去，传给守桥人。也就是说，顺着这条路走，就能找到他。至少能找到他布置的下一个据点。出口。我们走了多远？至少10里。地道是斜着往上的，落差不大。10里之外，寒江关东南方向。守桥人，你们来的比我预想的早。你在这儿等着我们？不是等你们，是等你们毁掉枢纽。一个天庭境中期，差远了。试了才知道。不用试，你们破不了这个。外域的法则之力，大陆的灵气劈不开。虚无法则的屏障比冰窟那个厚10倍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虚无法则？你见过虚无之主？见过，还交过手。那你应该清楚，虚无法则不是凡人能对抗的。你们毁了我的枢纽，现在我要在你们身上拿点利息。法则不是灵气，你劈不散，也挡不住。白苏，白苏，别看了，他在用你的剑气当催化剂。别停呀！你劈得越多，光照破得越快。那我不劈。有意思，但你以为不动手，我就没办法了？灵兽的灵气也没用，虚无法则的本质是无。任何有的东西都克制不了它。顾灵泉，你在燃烧根基！你疯了吗？不可能！你没有天庭境的修为，怎么能凝聚虚无法则？谁告诉你，虚无法则必须用修为凝聚？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，我待了3年。3年里，我跟他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怎么用神识操控虚无法则。你的修为比我高，但虚无法则的凝聚需要消耗神识。你的神识为什么这么强？经历过生死的人，神识总会强一点。1寸、2寸、3寸。你不是人了。我早就不是了，从外域回来的时候就不是了。虚无法则构成的身体，你那点白光伤不了我根本。你带来的虚无法则刚才被我吸了大半，现在你还剩多少？想跑？这一次你们赢了，但桥不会停。我可以再找地方，但我们会找到你。
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希望你还有燃烧根基的本钱。你是不是傻？燃烧根基换修为，你知道后果吗？知道，比之前还惨。灵脉断裂37处，丹田有裂痕。你这是自毁根基。不自毁，今天就得折在这儿，值得。值得个屁！走吧，回关里，我还得给那5个修士治病。自己受伤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回去，先稳住伤势。灵脉断裂37处，丹田有明显裂痕，这是自毁根基的表现。能治吗？血脉膏用不上，需要用更猛的药物，或者自行恢复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绝对不能再动武。知道了，固元汤，喝了能稳住丹田的裂痕。这是寒江关的方子，不如药王谷的，但现在只有这个。真够苦的。你不该燃烧根基，就算是死，也不该。我得活着，把外遇的麻烦解决掉。外遇的麻烦，不止一个守桥人。这是什么？守桥人身体的一部分，虚无法则构成的组织。虚无之主的意识深海里，我见过这种共鸣。现在没反应，是因为另一个守桥人没在附近，但他迟早会动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寒江关怎么办？交给宋清，他现在是神桥境，能撑一段时间。师傅，这是传音玉符，您不在的时候，寒江关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封印的灵力输出不能断，每天4个时辰轮班值守，如果波动超过正常值30%，立刻用传音玉符通知你，我会守好关。走吧。有反应了？有，但很弱，在东南方向。虚无法则的共鸣不分距离，只分强弱，越强说明越近。往东南走，有灵力波动，很杂，不是一个人的。多少人？至少10个，修为参差不齐，最低的七星境，最高的神桥境中期。七星境以上，可能又是守桥人的节点。先观察，别打草惊蛇。守桥人的标记是失踪的修士，都在这儿，活着，但被控制了。不是全部，帐篷有15个，但地上坐的人只有9个，另外的可能已经被改造成了节点。那些穿黑袍的，是守桥人培养的手下，他在大陆上有人手。马金伞撒在山谷口，风一吹他们就会中招。明白。问不出来，他们被控制了。神识里有禁制，一问就触发。触发了会怎样？自爆。但麻金伞让肌肉松弛，连自爆都做不到。守桥人用他们当消耗品，抓来的、训练的、控制的，用完就扔。走吧，带一个人回去问问。到了。麻金伞的药效还没过。应该差不多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个储物袋都没有，干净的不正常。守桥人做事很谨慎，不给手下留任何能追溯的东西。那怎么问？他神识里有禁制，一碰就碎。那就不碰，让他自己说。怎么让他自己开口？人在生死边缘的时候，求生的本能会压过一切，包括神识里的禁制。禁制再强，
也强不过一个人想活下去的念头。等他自己到那个临界点。不对，马金散的药效是1刻钟，现在快1个时辰了，他为什么还动不了？不是马金散的问题，是他体内的禁制在发作，正在从内到外破坏他的经脉。自毁程序，被抓就启动，任务失败也启动。守桥人把他们当一次性的工具用，他撑不了半个时辰。固本丹，这只能护住心脉，他的经脉还在继续崩坏。护住心脉就够了，心脏还在跳，人就还没死。只要人没死，就有机会。你在赌？赌他能撑到援兵来。宋清，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给药王谷传信，用最快的传音预符，告诉木然，我这边有个人神识被锁，经脉正在崩溃，最多半个时辰。他在说这个人快不行了，如果木然来不了呢？他会来的。完了没？差一点儿。禁制已经侵入神体了，再有1刻钟，他的神识就会彻底消散。还来得及。来得及。方玄州，护心针。师傅，您的伤怎么弄的？跟人交手没打过。等我处理完这个，再慢慢找您算账。我要剥离他神识里的禁制，过程很快，但他会极度痛苦，可能会说一些话，你们仔细听，别打断。明白。开始吧。南疆孤神桥在下面。守桥人有几个？守桥人不止1个。2号在等祭品。祭品是什么？是成。他走了。禁制剥离的瞬间，他的生机就断了。我用银针护住了他最后一缕神识，让他把话说完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师傅，神手，灵脉断裂37处，丹田裂痕，根基损了70%。您是怎么做到把自己弄成这样的？我这伤吃它没用，别浪费好东西了。我让您吃。好多了，不过断裂的灵脉还是没反应。治标不治本，但至少能让您在路上不会散架。您要去南疆，我跟您去。不行，药王谷不能没有你。师傅，您现在的状态连我都打不过，去南疆有白苏，我负责动脑子。方玄州，师傅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不，师傅说的对，药王谷需要我。这是续脉膏，每天涂1次。这是固元丹，痛的时候吃1颗。这个是保命用的，不到万不得已别动。知道了，木然。师傅，您要答应我，别乱来了。放心。南疆，古神，桥在下面，守桥人2号。守桥人不止1个，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。他说下一个目标是一座城，守桥人2号在等祭品。如果我们晚一步，那就不能晚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踏雪居1天800里，照这个速度，到南疆得跑个7、8天。不飞。我现在这身板，吹着风就得散架。所以选了最笨的办法。最笨的办法，有时候最稳。小金，加油！在药王谷养了一身膘，正好拿来消耗消耗。里面是100颗固本丹，10瓶续脉膏，3颗7星回元丹，省着点用。尤其是7星回元丹，那是保命的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还有这个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噬魂针，
扎进人的神庭穴，能让对方的神识在3个时辰内慢慢消散，过程很痛苦，但能问出所有秘密。你平时就研究这些东西？有备无患。走了。7天了，一直没反应，安静的像死了一样。守桥人2号很谨慎，他可能在等我们放松警惕，或者他在忙别的事。他可能在南疆的某个角落，忙着改造那些被抓的修士。你觉得他在南疆经营多久了？至少几个月。守桥人做事不会打无准备的仗。那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赶路。万古城，南疆最大的城市，5大古门的总坛所在地。城墙是活的，这些藤蔓还在生长。不习惯。这里的气息很杂，想藏一个人确实容易。先进城，找个地方住下，打听消息。哟，两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，2间上房。安顿好之后，你去城里转转，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我去打听。你修为高，不容易出事，我留在客栈养伤。行。7星回元丹的效果不错，丹田的裂痕已经愈合了大半，断裂的灵脉也开始有了一点连接的迹象，但还是很慢。看什么呢？也是，这地方跟北京确实不一样。打听到了。说。3个月前，5大古门之一的千书门，有一位长老失踪了。神桥境中期的修为，到现在还没找到。怎么失踪的？在门派禁地里闭关，然后人就没了，也是没有打斗痕迹。这个手法跟寒江关的一模一样，悄无声息，不留痕迹。还有，最近1个月，万古城失踪的散修都是7星境以上的。守桥人2号已经在这里活动很久了。千珠门的禁地在城西，一个叫百毒林的地方。去看看。现在？趁夜色，不惊动任何人。有阵法，不过不算太强。走。空气里有轻微的毒毒素，浓度不高，但时间长了会影响判断。木然配的，能抵3个时辰。你那个冰晶有反应吗？有，而且越来越强，方向对了。就是这里，热度在洞口达到了顶峰。里面可能有陷阱。有陷阱也得进去，守桥人2号的线索就在里面。我先进。小心。是失踪的那个长老，没有外伤，但神魂被抽走了。神魂被抽走，跟寒江关的手法如出一辙。外域的阵法体系，但比寒江关那个枢纽更复杂、更庞大。有什么不同？它不光是连接点，
又是一个转换器。转换什么？他在用神魂当祭品，把大陆修士的神魂转化成外域的能量，然后通过这个阵法传送到某个地方。传送到哪儿？桥上。不好，是陷阱。他早就知道会有人来，这个阵法是故意留在这里的。快走！他把整个百毒林的毒虫都引过来了。他控制了这些毒虫，跟控制那些黑袍人一样的手法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的灵气会耗尽。灵气消耗太大了。你们是中原人？是。中原人来我们南疆的禁地做什么？追一个仇家。你们的仇家可真会挑地方。百毒林可是千蛛门的禁地，一般人进都不敢进。就这点修为，怎么敢来百毒林？还有我，有意思。你们是道侣？姑娘，还未请教。我叫青鸾，万古城百鸟门的门主。你们呢？白苏。顾林渊，青鸾门主，救命之恩，铭记在心。不知可否再帮我们一个忙？说来听听。山洞里有个阵法，是我们追踪的仇家留下的，我们想毁了它。你们在这里动手，不怕千蛛门找麻烦？那个阵法抽走了千蛛门失踪长老的神魂，我想千蛛应该更想找布阵的人报仇，而不是找我们的麻烦。说什么？千蛛门的陈长老是被这个阵法害的？他就在山洞里，神魂被抽走，身体已经干瘪了。我帮你们拦住这些虫子，你们去毁阵法。多谢。他在通过阵法召唤东西，从外域召唤。这个漩涡是通道，如果让它完全打开，那就毁了他。等等，不能硬来，你一剑下去，可能会引爆外域的法则，到时候整个百毒林都会被夷为平地。那怎么办？我来。你要做什么？顾林渊，你现在的身体……我用神识探进去，找到阵法的核心节点，从内部瓦解它。如果你的神识被困在里面呢？那就麻烦你把我拽出来。好。又是你，顾林渊，你真是阴魂不散。彼此。你以为毁了这个节点就能阻止我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这个节点只是我万千计划中的一个。我在南疆布了360个这样的血池，你毁得完吗？你毁掉一个，我就启动10个。360个。我的桥很快都要完成了，整个南疆都会成为外域的疆土。你做梦？是不是做梦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麻烦大了，他在南疆布了360个这样的血池，这个阵法只是其中一个总枢纽，他想把整个南疆变成外域入侵的节点。360个血池，必须阻止他。这个阵法是总枢纽之一，毁了它，至少能拖延他的计划。怎么毁？你刚才说不能硬来。引爆它，用我的方法。你疯了！你现在的身体再燃一次会……不然，大家一起玩。给我护法。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一击上。
闪！走。快上来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林渊，别睡。蓦然给了你3颗7星回元丹，你还没吃，不准睡！醒了。这是药王谷。3个月。南疆那边怎么样了？百毒林，别动！青鸾门主传信来了，百毒林的空洞在3天后停止了扩张，但整个百毒林连同千蛛门的山门都消失了。其他人呢？白苏，他还好吗？白苏守了你3个月，每天守在床边，寸步不离，前天才走的。他说他要去把剩下的359个血池一个一个找出来，毁掉。他一个人？他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他说等你醒了就去天刀城找他，他会在那里等你。蓦然，扶我起来，去天刀城。你现在的身体连下床都费力，灵脉全断，丹田破碎，根基没了，你的命都是每天用药吊着的，你的经脉已断，丹田尽毁，无力回天了。那就爬过去，我不能让白苏一个人去面对那些东西，而且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你每次都这样，说了也不听。放心，你也要去。体外灵脉会沿着银针形成灵气通道，代替你断裂的灵脉。360多少根？而且不能拔出来，我用特殊药膜把银针跟皮肤融合，针体会嵌入穴位下方3分处。那我以后是人还是刺猬？针体很细，看不出来。好了，别摆出这副表情，好像我回不来似的。我没有。天刀城，白苏。药王谷的药，送给天刀城苏瑶的。我替你送，你让开。又来一个不怕死的，你什么境界？练气气？你是来搞笑的吧？行了，回去告诉贺天霸，这药你拦不住。你到底是谁？下一根扎眼睛。他不听我的，咬不咬你看他心情。你叫什么？陈小北，药王谷弟子。药箱给我，我正好去天刀城。你也是药王谷的人？算是。你去问你师傅，就说他师傅把药顺走了。这是谷主让我带给天刀城苏瑶姑娘的信。你受伤了，回药王谷养伤去吧。路费够不够？够的。别走大路，绕着走。渡劫门的人可能还在附近，走吧。你在药王谷减肥，效果不错吧？青晨师兄，小刀师兄，停！你再转我真会散架。师傅，你的修为……师傅，白苏白前辈留了话，他说您来了，就在后面那间屋子等着。他人呢？什么区域？万古城以南300里，千霄门旧址，百毒林遗迹，就是您上次炸掉的那个地方。他带了多少人？12个弟子，加上青鸾门主支援的20人。赵小刀，收拾东西，现在出发去百毒林。我也去。你留下看家。师傅，天刀城不能没人管。苏瑶能处理杂物，但镇不住场面。你留下。先生，药王谷的药到了，
七星回元丹5颗，还有木然谷主的亲笔信。说什么？说让您别再把自己往死里糟了。原话。剩下的留给天刀城。师傅，你现在真的是炼气期？体外灵脉，勉强算。那打架怎么办？你打，我指挥。就咱俩？对面是一个至少天庭境级别的守桥人，还有小金，这有点亏呀。上次在药王谷，渡劫门来了1200人，你不也说不够我批的？那不一样，1200个杂兵跟一个天庭境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赵小刀，你还差半步天庭境，知道差在哪儿吗？哎，不知道，修为卡在这儿有半年了。法则，法则是对天道的理解，自己的规则。但这东西我摸不着啊！你的刀，你练了多少年？从6岁杀第一头猪算起，记不清了。这么多年的刀，你的手最清楚它是什么。法约就在你的刀里，你只是不认识它。我明白了。啊！好大的坑啊！有人。什么人？天刀城的，快进去，门主在里面。你来的比我预计的快。我跑来的。坐吧。12个血池，我们毁了8个，第9个的时候，守桥人出现了。2号？不知道，不是一个人，是3个。我跟其中一个交手了，天庭境中期的底子，加上虚无法则的强化，大概天庭境巅峰的战力。另外2个没出手。3个天庭境巅峰级别的守桥人，什么名字？风道祖师。不可能。虚无之主被消灭后，他在外域的意识碎片没有完全消散，被外域吸收了。他们还说了什么？真正的桥他们已经在建了，在另一个地方。哪里？天渊冰原。宋庆那边有消息吗？3天前的传音说封印出现异常变动，范围在扩大。我本来打算毁完血池就赶回去，但3个守桥人守在这里，走不了。他们在这里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们毁第9个血池的时候从地底挖出来的。这东西不是南疆本地的物种，它在吃灵气，把周围的灵气吸进去，转化成虚无法则的能量往地底传。活体转化器有多少？不清楚，地底可能还有更多。这些虫子可能就是新材料，不需要人当节点了。他们在等什么？他们应该是等我们主动进攻。他们知道我们毁了血池，急着赶回天渊冰原。一旦我们尽早的冲过去，他们就能设伏。那就反过来。什么意思？这东西有共鸣性，如果我把它激活，3个守桥人会以为这里出现同类，他们会来查看。那查看的时候，伏击。拿什么伏击？那可是3个天庭境巅峰。不需要打赢，只需要拖住他们1个时辰，让你和青鸾带人赶回天渊冰原。真正的战场不在这里，在那边。你留下来拖。我和赵小刀，我有脑子。练气期，你不能这样。你是这里唯一能跟守桥人正面硬扛的人，你去天渊冰原比留在这儿有用100倍。那你呢？拿什么拖？我拖不了，但赵小刀能。守桥人的虚无法则身体有个弱点，他们每修复1次就消耗1份虚无法则储备，消耗光了，他们就会回归虚无。所以要不断的打他们。不是打，是逼他们修复，让他们不停的消耗。怎么逼？想想你的刀，砍过最硬的东西是什么？猪骨头。比猪骨头再硬一点的。石头。再硬。虚无之主的法则壁垒，3年前师傅境外域没出来，我想去劈开他，砍过1次。你那一刀用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当时就是觉得非砍不可。那就是你的法则。我的法则就在刀里。去休息，明天有硬仗。明天看看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。拿着。我用不了，这是天庭境法器。不用你用，放在身边就行。它能替你挡天庭境的全力一击。一击。走了。师傅，他们什么时候来？我激活冰清之后，最快半个时辰。就咱俩加小金儿，
嘿嘿，准备好了，来吧！接好信号。来了。信号是你发的，惊不惊喜？一个炼气期，一个神桥境巅峰，来送死的。这小子终于悟了。师傅，我好像摸到了点东西。别回头，打你的！天庭境有点意思，我偏要非看不可。赵小刀，逼他们修复，把他们的储备耗光。消耗，我看你们能修几次？师傅小心！声东击西，目标是我。天渊直接启动。他们去天元冰原，白素在那边，那怎么办？跟上去，用最快的速度。你先走。师傅，我先去了。这。大家等我，那就是连接外域的桥，比我在神识中看到的庞大100倍不止。又修好了，这破东西到底怎么才能砍断？灵气消耗太快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撑不了多久。小金，去帮赵小刀。好家伙，来的正是时候！再快一点！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来看你打得怎么样。桥在吸收界壁的力量，我们毁掉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它建造的速度。那3个守桥人只是护卫，真正的麻烦是这座桥本身。吃了它，最后一颗了。那座桥，除非是你巅峰时期的力量，否则没人能彻底毁掉它。谁说要毁了它？我要的是夺了它。你疯了！夺了它，就算你还在巅峰状态，触碰到它的核心也会被瞬间吞噬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是唯一能做到的人。守桥人只是在维持它的稳定，但控制它的是那个核心。它现在是无主之物，只遵循着外域设定的本能在建造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要用神识进去，抹掉外域留在里面的烙印，然后刻上我自己的。你的神识会彻底崩解，你明白吗？彻底消散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活体转化器，你想利用它？它能把灵气转化为虚无法则的能量。它能感应到我体内残留的那股气息，所以不怕我。我要反过来，用它作为媒介，将桥体里的虚无法则能量转化成最纯粹的灵气，灌进我的身体。把外域的工具当成自己的媒介。那个废人才是关键。小刀，拦住他！
谁都别想碰我师傅！白苏，如果天元守不住，就退守寒江关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闭嘴！你要是敢倒在这里，我就把整个外域卸了给你陪葬！师傅，你快点，我们扛得住！连接上了，就是那里，桥的核心。不好，他要夺桥，阻止他！快，撑住，都给我撑住！只要他还没完成，谁都不许退。就是他，外域的控制核心。结束了，顾灵渊。不要！这个气息，风道，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消散了吗？3000年了，你们这些叛徒还是这么不成器。师傅，这声音不对劲。借你身体一用，小家伙，看好了，虚方法则不是这么用的。风道前辈，原来你一直都在。这不可能！机会来了，孩子，现在。不是控制，是引导，让他自己稳定下来。所有人，攻击桥身与天空裂缝的连接点，用你们全部的法则之力。听他的，所有人全力出手，非砍不可！不，你做了什么？李渊，你醒醒！你答应过我的。师傅，你别吓我！你睁开眼看看我呀！你说过，留得青山在，也不许走。我们还会回来的。白苏，抱歉了。师兄，那是师兄的脸。300年了，他怎么会？哦，师傅，你醒醒啊！你倒是起来呀！头前离心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他不会醒了。不可能！他的生机已经断了。白前辈，你救过师傅一次，这次也一定有办法的。师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，他不会就这样离开。我救过他一次，就能救他第2次。白苏前辈，你冷静一点。300年前，师傅只是寿元耗尽，神魂尚在，可这一次，他是神魂之火彻底熄灭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就这么看着他离开吗？你不是药王吗？你不是号称能从绝境中救人吗？你救他！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我曾在一本上古典籍中看到过一种秘法，名为百灵归魂阵。这种阵法理论上可以重聚已经消散的神魂，
点燃熄灭的魂火，条件极其苛刻。他需要100位与他有极深师徒羁绊，且心甘情愿献出自身一部分魂力的弟子为阵基，再以一位与他有着命魂共鸣的挚爱之人为主导，将所有人的信念与魂力拧成一股绳，强行将被抹去的存在重新拉回来。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？我不知道，典籍上只说此法逆天而行，九死一生，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凑不齐100个弟子。我去找天涯海角，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他们都给找出来。魂力献祭必须是活人，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。小刀，人数不够，阵法根本无法启动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放弃吗？人数或许够。二师兄，你忘了，我们虽然凑不齐100位师兄弟，但我们有徒孙。以徒孙补位，血脉与传承的羁绊虽然比不上亲传弟子，但如果数量足够多，或许真的可以。传承本就一脉相连，源头相同，理论上可行。林师兄，天机阁情报网立刻全力运转，联络所有还活着的师兄弟，让他们即刻赶来天渊。周烈师兄，你和沈冰师姐将归域门下所有7星境以上的核心弟子全部带来。我以万华女帝之名，昭告天下，凡我门下再传弟子，3日之内一律结缘。等着，我会把你带回来的。